1999年，杭州湖畔花园有一个家庭，里面站着一个将会改变中国市场的人，他叫马云。马云的旁边坐了18个人，听着他说话，只是他的演讲似乎不太吸引，有的人打瞌睡，有的人翻白眼。突然，马云把钱掏了出来，说启动资金必须是 pocket money， 不许向家人朋友借，因为失败的可能性极大。然后又说，现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，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。虽然这些人看起来不感兴趣，但是他们都把这些 pocket money 拿出来了。这笔拼凑出来的 pocket money 就是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的本金，而这18个人就成为了阿里巴巴的始创人，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阿里18罗汉。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创业这条路很苦，所以需要合伙人跟你并肩作战。创业中，合伙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虽然合伙人非常不好找，但我们也要宁缺毋滥。这种决定企业文化基础的事情，还是要慎之又慎。其实创业对人的素质要求是相当高的。那么中国第一人马云当年是怎么挑选合伙人呢？马云的经历对创业又有什么帮助呢？今天我就总结了4个心法，希望能帮大家在创业赚钱这条路上少走一些弯路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能保证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开源节流的思维以及方法了。第一，合伙人最好来自于同学、同事，尽量是了解的时间相当长的人，大家知根知底的。虽然马云曾经公开建议不要让朋友成为你的合伙人，要保留友谊，因为友谊太珍贵了。马云似乎提醒我们，跟好朋友合伙创业有着各种各样的麻烦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和陌生人一起创业一定更不靠谱。马云之所以这么讲，是因为他没有跟陌生人一起创业过。我们可以发现，阿里巴巴合伙人的背景，他们都是马云的夫妻、同事的亲人、朋友、校友、师生等等，有着亲密的关系。他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在阿里艰难的初始阶段，亲密关系而且高度稳定的合伙人团队，让阿里挺过难关，突破重围，才能造就了阿里巴巴今天的辉煌。因为创业之初，合伙人之间需要最基础的信任关系，而这个信任关系只有身边的好朋友之间才会有，所以和好兄弟创业还是可以的。那么第二，一定要评估合伙人的性格与能力。创始团队的组建，马云表示自己选人的标准主要有2点，一是聪明，二是永不放弃。对于第一个标准，聪明，马云认为合伙人至少要比自己聪明。他觉得蠢是最大的疾病，这比癌症还要糟糕，因为癌症都能治好，愚蠢是没法治的。创业合伙人必须是打工的时候就素质高的人，你不能期望一个打工失败者可以直接当老板。我们找合伙人是找与自己素质相当的，甚至比自己素质更高的人合作，而不是找一个低素质的人来教育、来培训。一般你尝试教育、培训别人，最后都会成为仇人。至于第二个标准是性格，马云说自己更喜欢积极向上、不轻易放弃的人。的确，创业要求比打工更加任劳任怨，工作的强度要求更高，活要做得更细、更漂亮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。优秀是一种习惯，失败也是一种习惯。优秀的打工者在创业的活动上会保持优秀的习惯，失败的打工者有可能在创业的过程中睡到自然醒。这种整体素质差的人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。
第三，建立共同的目标、理念，找价值观相似的合伙人。马云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合伙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同的理念以及价值观，在能力和经验上要做到互补。首先，理念和价值观上的相近，可以保证你们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，不至于出现根本性的冲突。而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可以是企业的战略方向、利益分配机制、做事的基本底线等等。要知道，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，通常很难取得共识的，因为个性和价值观的形成，通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也是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如果在创业的艰难环境下，双方还要磨合这个层面的东西，那实在是太痛苦了。至于能力和经验上的互补，要更好的理解一点，你擅长销售，他专于研发；你有丰富的运营经验，他则对于商业模式的建立更有心得；你对数字不敏感，他则是投资和财务领域的资深人士。这些都是很好的互补。互补可以让你们在具体事情的推动上事半功倍，还可以建立起对彼此专业领域的依靠和信任。人不可能是全能的，如果一切未知的领域都需要你自己来摸索，费时费力不说，风险还很大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互补的重要性和成功的例子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第四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既然一起创业，就必须共同出资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杜绝一个人出资，另外一个人找任何借口不出资的情况。他不出钱，他就会带着投机的心理来创业，看到好了就跟你一起做下去，稍微感觉没有前途就立马开溜。其实这还不是危害最大的地方，最可恶的是，这种合伙人不出钱，他就不会上心，会严重影响团队的战斗力，使团队经受不起一点困难的考验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公平公正地分配股权比例，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明双方出资的比例。或一的比例，很多好朋友、好兄弟的公司一开始就是没有写明，结果真正面临利益分配的时候就分道扬镳了。你要记着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当公司发展起来，有生意以后，就必须要保持清晰的账目，就是有多少收入，有多少支出，公司到底赚多少，亏多少。必须把数据理得清清楚楚，因为这样你才能找到业务的漏洞和竞争的优势，在做得好的地方把优点扩大，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找相对应的部门负责人问责，把账目透明化，你就知道哪些是人才，哪些是庸才了。想要把公司做大，这个是必须的。那么总而言之，我们既然选择当老板了，就要把各种简单的道理搞清楚，坚决不能感情用事，否则市场会毫不留情地教育我们，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带团队，都要跟打工的时候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这个时候你是老板的，角度不一样了，每件事不管好的坏的，你都要承担责任。好了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如果急着需要100万人民币的话，你有多少个朋友愿意并且有能力借你钱呢？这个问题可以帮你思考一下，你的朋友圈都是些什么人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答案。然后听说点赞的朋友会找到生命中的好兄弟、好姐妹哦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创业赚钱的方法或者富人的思维模式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你小小的举动可能为你带来无数的财富呢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